真是奇了，这个墓室的门怎么都这么神了？我们前脚刚走到他面前，后脚他就自己开了。难不成韩光君在这？走到前面的人震惊地看着已经打开了的门，不由得退了2步，嘴里念念叨叨的：“韩光君，无意扰您清静，只是我们来都来了，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们一般见识啊。”魏无羡瞧着眼前几人皆碎碎念的模样，轻笑一声，机不可闻的声音缓缓响起：“韩光君可真是招人喜欢呀。说起来，我还挺喜欢韩光君的，史书上鼎力推崇的人，了解过几分他的事迹，谁会不心生向往呢？你说是吧，蓝忘机？”回应他的是耳畔的一片寂静，仿佛连此地的空气也一并凝滞住了那般。而方才还碎碎念的同事们不知何时已然进入第2间墓室。不回答，长进了呀。魏无羡摆了摆手，无所谓的哼起了不知名的曲儿。说起来也怪，他从未听过习过这曲子，在下意识的情况下哼唱的却都是这首，他都要觉得自己天赋异禀。明明自己擅长的曲风不是这般，却能哼唱出这段曲风截然相反的调调。他可真是个小天才。再次在心底把自己从头到尾夸赞了一番，魏无羡满意的踏进第2间墓室。而在他进入墓室后，他方才站立的位置，一道身着素白衣裳的身影缓缓浮现，声音暗哑，略带几分偏宠的低喃道：“喜欢。”小骗子。已经进到第2间墓室的小骗子可不知道，他心里念叨着的蓝忘机现过一次身了。他正满目欢喜地奔向那摆得满满当当的美酒呢。没错，第2间墓室陈放的东西，众人皆没有想到，竟然是各类名酒。要知道，史书兰家流传下来的各代名人皆介绍，也使这些无一例外，皆表明的蓝忘机不善饮酒，或者说从未有记载者见过蓝忘机饮酒。加之彼时的姑苏兰氏禁酒，身为子弟楷模的韩光君又怎可能碰酒呢？可为何这第2间墓室竟满满当当的都是酒，还都有浅浅的一道光晕护着，一看就是施了什么仙法，而且这数量看起来像是当时的蓝忘机把天下有名的酒都揽了过来。那先前说蓝忘机魏无羡天生一对的队员科学家眼睛都要瞪大了，仔细一看，满目都是惊喜和磕到了的神色。他一脸兴奋地指了指那些酒：“家人们，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都是给夷陵老祖魏无羡准备的？他喜酒啊呀呀呀！”破案了。众人经过第1间墓室后，显然现在接受能力非常好，纷纷赞叹韩光君对夷陵老祖情根深重。有个奇怪的石头，魏无羡过了那个欢喜劲，也知道这些酒好是好，加上有仙法护着，他可惜命了，才不会贸然触碰，转而就去研究旁的东西了。这不，很快就发现了放在陈列架上的一块奇怪的石头。这怎么会有石头？众人纷纷围了过来，皆是疑惑。看起来应该不是普通的石头，韩光君怎么会放这些在自己的墓室里？想来一定有他的用处吧。科学家无脑推崇自己的偶像，但他的话确实很有道理。魏无羡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就要把石头拿下来，却在触碰到石头的那一刻，那块石头亮了，旋即石头上方映出一道半透明的身影。无论来者是谁，来即是缘，此处佳酿尽数可用。独天子笑须留酒坛，此乃魏婴最爱。若他日应还，此处上有他欢喜之物，他会来。短短2句话过后，影像便消散不见，可留给众人的满是哑然。那是韩光君的模样。妈妈，我见到活的偶像了，会动的偶像。天，韩光君竟这般风华绝代吗？怨不得是玄正年代排行第2的公子。我偶像说的话我竟然没有录下来。不怕，这还有你偶像赠你的酒。对，酒。不同于其他人的欢喜，魏无羡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心里悄悄把刚刚见到的人和梦中那道身影联系起来。梦中的小仙君有脸了，他蓝忘机长得这般好看，天生装鬼戏弄于他，哼，嗨，但是让他再见一次，他就决定愉快地原谅他了。美酒啊！魏无羡悄悄勾了勾唇角，一个绝妙的想法涌上心头。这间屋子酒香太浓，有些人待久了竟昏昏欲睡起来。瞧着大伙的模样，魏无羡提议原地休息会，转手就从背包拿出一根笛子，浅浅地吹奏了一曲催眠曲。
待已无人醒着，魏无羡伸手扶额，眼神迷离，眼底浮起了几分水意，似醉了，又似只是困倦了，偏偏还要逞强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仿佛下一刻就要软绵绵地倒在地上。果不其然，没走3步，魏无羡眼看就要摔倒在地，下一刻，他就清晰地感受着自己被拉进了一个温暖还带着几分檀香气息的怀抱。睁眼，小骗子眼底清明一片，带着几分狡黠，哪里还有刚那副罪人模样？抓住你了，梦里的小郎君，这里的寒光君。寒光君，为什么偷偷跟着我？魏无羡索性赖在蓝忘机怀里，脸上挂在乖巧的笑容，手却极为不安分地探向小仙君那张极为好看的脸，忽而凑到对方眼前，满目含笑，因为我就是你那小情郎夷陵老祖的转世。